过去我一直生活在北京，那时候的我早已经忘记了一个城市应该是一个工作和生活都有的地方，而直到我第一次到大阪，才让我重新认识到一个城市能实现多少功能的可能性。这次呢，我几乎用了2年时间逛遍了中国几乎一半的大城市后，我再次来到了大阪，有了新的感觉。大阪依然还是那个充满活力的大阪，而我却已经不是过去的我。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大阪了。我之前曾说过，大阪是我最喜欢的城市。这是一座被称为日本厨房的城市，也是日本历史与现代交汇最鲜明的舞台。从古代的商业港口到近代的工业中心，再到今天亚洲最具活力的都市之一，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中唯一的亚洲城市，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我想这些名头足够让我专门拿一期来聊这个城市了吧。而就在我到大阪的第2天，我们这个邻国又开始将他们积压多年的对中国的恐惧情绪释放了出来。それがやはり戦艦を使ってですね、そして武力の行使も伴うものであれば、これはどう考えても存立危機事態になりうるケースであると私は考えます。熟悉我这个频道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个旅游频道。所以这就让我做这个视频变得更有意义，深刻地了解我们这个最重要的邻国，了解我们之间的区别和差距，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当然也知道很多人都已经来过这里了，我也知道很多人还没有来过。所以大阪到底是什么模样，而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大阪或者日本意味着什么，我希望用接下来的几个视频来好好聊聊。大阪从何而来？肯定要从难波说起。这里代表了大阪形成的历史。大阪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难波就是古时日本最繁忙的港口市场。而时至今日，难波依然是整个关西地区最重要的商业聚集地。我想我逛过这么多城市，还从来没有一座城市能有难波一样的商业氛围。当然，等我去了东京以后，可能就会改变这个观点。这里是心斋桥，我想这是所有来大阪的人都要逛的一个地方吧。我说这里是大阪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在我10年前第一次从北京来到大阪的时候，可以说大阪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因为在国内，我从来不会觉得逛街和男人们有什么关系。即使到了1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线下商业，男人也从来不是重要的消费力量。所以除了那些知名的品牌以外，你在这里可以买到几乎所有在国内只有在网上能买到的东西。而我和我的朋友最喜欢逛的就是这里的 Book Off。 不知道这家店在这里待了多少年，总之10年前它就在这里，现在还在。什么漫画书、图书、电影、游戏、音乐，到二手的衣帽、鞋包，反正我的朋友们总喜欢来日本的时候跑到最近的 Book Off 里寻宝，也许就能找到那种价格便宜又绝版的小玩意儿。这里的古着店也是在日本逛街的一大享受，你可以花费比全新品牌几乎一半甚至1/3、1/4的价格，搭配出一套潮流装备。如果再加上心斋桥附近的一些区域，日本桥、美国村、黑门市场，各种潮流服饰、电器商场、家居商场，各种美食、2次元、模型、玩具，各种奇奇怪怪的商品。而且这里的价格绝对是可以接受的，绝对不会像国内这种线下线上2个体系。这种类型的商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偌大一个中国一个都没有。其实不要说中国，我去过这么多国家，我可能都没有见过。即便是在香港购物热潮最热的时候，我依然觉得
也没有办法和难波这几条街去相比。只是我将近10年没有来，这条街依然火爆，完全没有像国内网络上说的什么日本失去了的30年，或者日本经济衰退的感觉。如果真的有衰退或者停滞，那也是和他们过去的繁荣相比。你看看眼前的景象，再拿上海、深圳、香港去对比，我想我也不用再说什么了，相信你们自有自己的判断。而当我逛到这个美国村的时候，着实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宇宙中心五道口，各种潮流服饰店，乱七八糟的各式各样的人，还有一种极其放松的氛围。其实我们真的也曾经有过那种人头攒动，而且时尚气息浓厚的商业体。而现在我们都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中国的商业形态已经和全世界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会单拿一期来聊。大阪城是日本的历史名城，加上这次我已经逛过3遍了。虽然我很不喜欢逛那种热门旅游景点，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而且现在的天守阁是1930年代重修的仿制品，就有点类似武汉的黄鹤楼。要不是为了拍大阪城，我的确也不想再来这里了。不过我依然觉得所有来大阪玩的人一定要来这个景点，因为这就是近400年来日本最重要的一个城堡。感受一下当年丰臣秀吉的权威，是很好的了解日本文化和历史的一个机会。巨大的石头严丝合缝地砌成了看起来坚固无比的城墙，这和站在中国古城里的瓮城的绝望感完全不同。这里可以感受到的是当年幕府的高墙带来的威严，和作为一个平民的卑微。而且如果你不去登那个天守阁，整个大阪城的景区都是免费的，即使当成一个公园逛逛，这里的景色也绝对值得来一趟。不过人多肯定是无可避免的，毕竟这里可以说已经是世界知名的旅游打卡地了。和大阪城一样重要的还有这里的四天王寺，这里可能比不上京都和奈良的寺庙之名，但这里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日本佛教的原点。这座寺院由传奇的圣德太子于公元593年建立，是日本最古老的官家寺院。然而它的历史可谓多灾多难，1000多年来它曾多次毁于战火，包括大阪东之震和台风，更在2战的空袭中几近全毁。但令人敬佩的是，无论遭受了多少打击，它总是能按照飞鸟时代的原始样貌重新修建。有一说一，和京都奈良的寺庙比起来，这个四天王寺虽然该有的都有，但的确略显寒酸了。但是这里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观赏价值。不过这个天王寺公园让我享受了一下大阪这个超级都市中心的难得的宁静。在这个公园边上有一个3000佛堂，着实让我震惊了一下。这是一座非常独特的现代化佛教建筑，与传统的日本木造佛堂完全不同。这座建于2002年的佛堂充满了现代艺术气息，甚至常常被误认为是一座教堂。堂内物理上并没有供奉3000尊佛像，而是约1000尊。但为什么叫3000佛堂呢？因为堂内的佛像循环排列在回廊中，参拜者需要沿着回廊顺时针绕行，第一圈代表过去佛，第2圈代表现在佛，第3圈呢代表未来佛。转完3圈，这就构成了3000佛的含义。
步入佛堂中央，最吸引眼球的是正前方一座巨大的壁画。有意思的是，这幅画是中国画家李小刚的作品，宏大平静。这个建筑是我这一天最大的惊喜。寺庙教堂逛过不少，这样的结构我是真的从来没见过。现代艺术和佛教结合的化学反应原来如此奇妙，可惜我去得太晚，上升的情绪刚要往上起飞，人家就要关门下班了，只能在门外回味着建筑带来的奇妙体验。如果说四天王寺和大阪城代表了大阪的过去和历史，那么梅田就代表了大阪的现在和未来。这里摩天大楼林立，百货商场扎堆，是大阪的交通枢纽和最时尚的商业区。梅田最著名的也是最让人头疼的特点，就是这里有着像蛛网一般密集的地下通道，连接着 JR 大阪站、阪急梅田站、阪神梅田站以及3条地铁线。即便是大阪本地人，如果不常来这里，也容易迷路。这里被称为日本最复杂的地下迷宫。反正我在这里基本上就是每次找到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作为参照再行动，否则不可能不迷路。老实说，除了这里巨大的钢铁丛林和交通网络有点迷惑外，在梅田的漫步体验其实是非常好的。在国内，我对这种钢铁丛林其实是非常抗拒的，有一种匆匆忙忙、跌跌撞撞的窒息感，所有人都只有工作。但梅田这些商业空间并不会给人这种感觉，各种精心培植的植物、精心设计的建筑景观，还有可以让你小歇片刻的城市空间，无处不在的高级感，目的就是让节奏慢下来，让生活可以融入这个空间。甚至抛开一切，你们看我的镜头，这是我行走这么多城市以来最干净的画面。当然，日本已经不需要我再去夸他们干净整洁了。梅田是个商业中心，你到这里当然能看到各种商品，只不过这里的各种店面显然要比新斋桥的店面要高级不少。这个古着店看着就比其他的地方要更有档次，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这是个卖古着的商店。在鸟屋书店，这个只有1层的书店挤满了人，连咖啡卡座上都全是人。在中国的书店一家一家关门的时候，大阪商区这么个小书店为什么显得如此拥挤？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这里顺便插一句，日本人是真爱看书，地铁里、公园里、上下班，我甚至在排队等餐的时候还看到过有人在看书。他们还会专门把很多书的体积做小，和一个手机差不多大，便于在狭小的地方打开阅读。我从梅田走到了中之岛，这里的风格又变了。这时候正是休息日，岛上的人不多，这些造型独特的建筑立刻吸引了我。中之岛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完美地融合了复古的欧式建筑和现代的玻璃大楼。这时候我感叹，从大阪城到天王寺，再到这里，大阪对于传统现代的融合包容一览无遗。这大概也是日本这个国家的特色。从古时吸纳中国人的智慧，到近代脱亚入欧，日本人就是在不断的吸取，不断的融合，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老光顾的松屋，然后头一次吃他们的牛肉饭震惊了，然后我又被我的朋友们鄙视，说这就是最普通、最穷的人吃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个第一次来日本的，那确实很好吃。然后你们看，这个地方不让停自行车，它会被那个拿走，然后让你去取。你看，这就是也不知道这些车停的还挺逍遥。我之前车就被带走了，花了150块钱人民币啊。只不过这次来日本，我对松屋已经没有当年的惊喜了。再次吃到，我也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我回来想了想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这2年在国内南方到处跑，想吃到很好吃的中餐也很容易，来日本只是为了吃到不一样的食品而已，这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料不好吃，日料绝对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所以我的朋友们来日本有一半的原因就是因为吃。在日本一个人住的话，的确可以很方便的吃到新鲜的食品。早上我就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牛奶，还可以吧。晚上要是太晚了，也有24小时的预出，可以买到新鲜的食材自己做一顿。总之呢，在日本对一个人生活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当然我也吃到了绝对好吃的牛肉，但不是在大阪，而是在神户。一个城市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其实是我来拍大阪的最重要的目的。大阪是不是最好的城市，我绝对不敢妄言，但大阪绝对是一个功能完备且用心设计的城市。它可以满足你对工作生活的一切需求。你不但能在高级且具有历史感的建筑里工作，你也能在全球最繁华的商区购物，还有各种公园古迹，让这里成为一座有1000年历史传承的城市。还有全日本最好的美食满足你的口福。这里是天王寺的地铁站，虽然这里层高很低，但他们经过一整套温馨且有情调的设计，让我走在这里没有丝毫的压迫感。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日本的地铁站里才能看到如此景象。这是日本大阪梅田的阪急格兰德大楼内部大厅，把商业区和交通枢纽设计得这么豪华，真是让人很愿意再次光临。但一个城市应该还有什么？我想就是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日本是个孤独的社会，我想这是所有来过日本的人深有体会的。到了深夜，居酒屋就是日本人，或者说是日本男人最需要的一个地方。白天在公司，他们要遵守各种规则，甚至在家里也一样。只有在居酒屋才能将一切规则放下，这是日本男人们留给自己的一小片绿洲。当然，在国内就没有那么多规则了，自然也就没有居酒屋这样的地方。国内有大排档，有火锅店，在哪里都能畅所欲言。但是日本有心地，男人们你们都懂，不懂的自己去查吧。关于这个，我很想聊一下。日本的社会规则特别多，但依然允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觉得新地这种地方也是平衡社会需求的一个地方。国内没有那么多明面的社会规则，但依然有一套规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运行，所以国内不会有新地这种区域。而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变得更严重，因为如果一种资源被限制的话，而这种资源又是被人性强烈需要的，这就会变成一种社会问题。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女权、高彩礼、低婚育都是这种问题的一种外延。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不认同我说的，说这有违公序良俗，但我呢只能表示呵呵，这就是人性。你再去粉饰，再去装作看不见，你也改变不了这种人性。你去否认人性，早晚适得其反。在大阪的港区，还有全球最大的水族馆之一大阪海游馆和日本唯一的环球影城，这都让大阪成为了一座功能极其完备的城市。这个海游馆我之前去过了，这次就没专门去拍摄。总之，如果有孩子的话，我是非常推荐的。至于这个亚洲第一座环球影城嘛，虽然我还没有去，不过我真是要去的话，肯定不会选北京的那座环球影城，因为大阪的环球影城有我喜欢的游戏主题。
凉是挺深。其实，在大阪这几天，最舒服的不是在城里的感受，毕竟已经来了3次了。我想我对这里其实也不算太陌生，但这次行程对于我而言最好的体验，就是在鸡面公园的这一天了。本来是打算到京都看枫叶的，但实在没想到在大阪也能提前感受一下这种只有在日本才能体验的景色。山上的枫叶还没有红透，但景色已经非常宜人了。其实远看这些山和森林，国内是不少的，云贵高原和川西真的就有很多，但仔细看这些植物，的确有很多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树林看起来非常原始，就是那种被保护了很多年，没有被人为破坏过的样子。据我所知，国内也有很多国家森林公园是不对普通人开放的，你想看到这种原生态的森林是非常困难的。而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日本的这些景色，我仔细逛了一圈，也有了自己的体会。他们会将一些人工的痕迹很好的融入景色中，一条路上的护栏、路灯、挡土墙都不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风格来建造，而是让你走在其中的时候，让这些元素变成景色的一部分。即使一座桥，也不会随随便便弄出五颜六色或者奇奇怪怪的造型，而这些都是视觉元素的一部分，稍有一点破坏就会降低这里的体验。这事关审美，所以摄影师们都爱来日本就是这个原因。你看神社里的鸟居和石灯，斑驳的苔藓会让你觉得这些建筑就是森林里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之前说，审美这种东西真的是最贵的，你只能用时间来换，用钱可买不来。我和朋友又在这条路上走了好久，即使没有红叶，即使这里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我们走在这条公路上，鸡面公园的景色也绝对堪称一流，一点也不亚于京都的风景。所以我推荐所有来大阪的朋友一定来这里看看。我这来了已经有5天了啊，就是已经有点疲了，就是住在这儿，方便倒是也谈不上多方便吧。你看每次坐车啊，要走从你住的地方走到地铁，就反正得走一段，它又没有共享单车，没有共享单车。你得走1公里，不过这个商店街倒还行吧，可以逛一逛吧，包括这个御出买东西。啊，坐地铁呢，坐公交呢又慢，它也不是慢，它就是一段时间发的特别少，就是1个小时可能才一班，所以呢，就坐公交就等于是那个节奏啊。你就必须卡好点儿，每天都是暴走。住到这儿呢，你要是让我住久了，我是真挺受不了的。就是你看这个御出这个商店，我是逛过嘛，就适合自己一个人过，就是这感觉这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人，然后日本人好像也没有公共的。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公共空间，去缓解你这个生活上的这个憋屈。幸亏我这个哥们儿来了，还能聊2句，所以我其实挺难理解这个中国人在这住着这是什么感受的。聊到这里，我已经觉得我非常初级的把大阪都聊了一遍吧。和前2次来大阪那种发现新世界的感觉不一样，这次我更多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你们看我说大阪这好那好，大阪也的确是我去过的所有城市中综合水平最高的之一，甚至我觉得国内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城市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这并不是说大阪就是一个完美的城市，这当然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毕竟这是一个日本城市。
这次来大阪，我发现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多了很多南亚人在一些底层行业工作以外，整个日本我真的没有看到太多变化。所有的街道还是10年前的样子，之前的便利店也都还在原来的位置，就好像你们看我拍的那个松屋，除了里面的位置调整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变。餐厅的点餐机也还是10年前的样子，路上开的车也还是那些品牌，甚至我去的 Book Off 的商店的商品，我觉得都和10年前差不多。所有这些就像道顿窟那个70多年都没有变的格力高广告一样，让你非常熟悉，但也缺少新鲜感。你从这方面就能看到日本人对保持传统有多么在意。讲实话，走在这些熟悉的街道上，让我自己感觉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安心。那些开了100年的商店和餐厅，其实不用去打什么广告，也不用去刷什么点评，它本身就是一种品质的象征。而我们的街上、网上、手机里，全部是遥遥领先和高科技，同样都是制造业大国。日本人缺的是变化，我们缺的是品质。过去我因为在北京生活，对比日本的城市简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这会让我对日本的城市产生各种天然的好感。但这1年我都在国内的南方城市，这种差别就不会那么大了。拿我在福州的生活体验来说，下楼也有很多便利店，也能很方便的吃到很多美食。特别是中国的城市，有一种日本城市没有的放松氛围。当你走在日本的街上，各种潜在的规则充满着各个细节。没有垃圾箱，车厢里异常安静，压抑的让一声咳嗽声都要变得小心翼翼。在这个西城区的商店街上，看到一个个孤独的老人的景象，就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缺乏放松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孤独感。当中国的老人都在公园里下棋、跳舞、唱歌、健身的时候，日本的城市完全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场所，只有这样的看起来无比孤独的社区公园。所以日本大概率还是一个 i 人的天堂，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在这里非常方便地获得各种生活资料。但对于社会性的人来说，缺少足够真正的人与人的社交就是这里最大的问题。相比之下，有人称之为缺乏人情味，我觉得可能就是日本最大的问题。关于大阪我还有很多想说的，但不可能一个视频都说清楚，以后还应该是有机会的。但我想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的，这里没有东京那么紧张的节奏，没有京都那种高高在上的拘谨。虽然日本依然是一个充满各种规矩的地方，但在大阪你几乎可以满足你对一个城市的任何要求，所以偶尔来住一住玩一下，最重要的还有超优秀的购物美食体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游客喜欢来这里的原因了。如果你来过大阪了，肯定有比我了解更多的内容，但如果你没有来过大阪，我强烈推荐你要来一趟，你就会知道一个城市能有多丰富。好了，大阪的内容就结束了。下一期的内容，我们将会进入京都，这座日本的千年古都。当然，下一期最有意思的不只是聊聊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日本的古迹和京都如何精致，而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聊聊日本和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区别。